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透视包臀裙惊艳亮相，38岁依旧美得让人窒息。38岁赵丽颖一袭透视包臀裙，搞得全网美得惊掉下巴。一场活动红毯上，她惊艳亮相，瞬间引爆话题，两边迷妹迷弟们想砸屏了。有人惊呼赵丽颖，你居然还有这操作，真是美得给我眼花了。话说这年头，谁还不是个颜控粉儿呢？可38岁的赵丽颖，眯眯眼，娃娃脸，满满的胶原蛋白，让人没法忽视。再看看她穿这裙，几乎是身材杀手，但她偏偏驾驭的那叫一个得心应手。你说这不是打脸了一堆以为她只能演村姑的网友吗？要说赵丽颖的美，不仅仅在一张脸，从她的眼神里，你能看到岁月沉淀下来的自信和沉稳。有人说，这才是女人该有的样子。赵丽颖早年出道时，大多是青涩的角色，街头巷尾看表演，还得低调风度。但现如今，这透视包臀裙一穿，全身上下透着贵气和精致，让人挪不开眼。在浮华的娱乐圈，赵丽颖一步一个脚印，你没见她走什么捷径，踏踏实实演戏，硬是以自己的实力站稳了脚跟。说白了，她不是靠花边新闻博眼球，而是作品说话。近几年，她在影视剧中的角色更加百变，不再是单一的傻白甜形象，观众总能看到她在既性感又知性的角色间游走自如。透视包臀裙虽让赵丽颖美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更重要的是她内心的强大与自信。她用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女人的美丽不仅仅存在于脸上，更是源自丰富的内心和强大的自我认知。长相是天生的，气质却是陆陆续续积累来的。即便是穿这样的裙装，她也不会让人觉得丝毫的轻浮，反而越加显现了她的魅力和优雅。说到这里，想起了母亲常说的那句话，女人不光要有颜值，还得有智商和情商。赵丽颖的美丽不仅仅是源自外表的姣好，更是她内在力量的外在显现。那些年她走过的弯路，流过的汗水，都一一变成她今天的光辉。这是她厚积薄发的结果，是她努力和奋斗的结晶。透视包臀裙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其实更给人一种启示，每个女人都应该学会找到自己的美丽和自信。我们不一定要随波逐流，不一定要追随大众审美，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审美百变不离其宗，就算生活给了你了一身普通的面貌，但只要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透视包臀，你就是最美的。赵丽颖近日以一身透视包臀裙惊艳亮相，再次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她的这一造型不仅展现了她优雅而精致的气质，更让人惊叹于她在38岁依然保持着令人窒息的美丽。透视包臀裙的设计既大胆又不失高贵，完美地勾勒出她曼妙的身材曲线，同时透出一丝神秘与性感，使整个人焕发出独特的光彩。赵丽颖一直以来都以清纯甜美的形象示人，但近年来她在时尚造型上的突破也让人刮目相看。从甜美风格到如今的成熟优雅，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给人带来新的惊喜。这次的透视包臀裙造型不仅让她的美貌更加耀眼，也展现了她对于自身风格的不断探索和突破。作为一位实力派演员，赵丽颖的美丽不仅仅停留在外表，她的演技同样令人称道。无论是早期的花千骨，还是近年的幸福到万家，她都凭借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而她的敬业态度和不懈努力，也让她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特地位。赵丽颖的这次亮相，不仅是对自身时尚风格的一次突破，更是对女性自信与美丽的极致展现。38岁的她依然保持着完美的身材与精致的状态，足以证明她对自我管理的高度要求。这无疑给许多女性树立了榜样，年龄从不是美丽的阻碍，只要愿意坚持保养和管理自己，每个年龄段都可以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的这身造型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许多粉丝纷纷留言，表示她的状态简直不输年轻女星，甚至比以往更具韵味和吸引力。这也证明了，真正的美丽并不只是靠年轻来定义，而是源于一个人由内而外的自信和魅力。赵丽颖的时尚品味一直在进化，她敢于尝试不同的风格，无论是清新甜美，还是成熟性感，她都能完美驾驭。这不仅展示了她对时尚的敏锐嗅觉，也展现了她日益增长的自信。她的每一次公开亮相，都是对自己形象的一次重新塑造，而这次的透视包臀裙，更是她时尚蜕变的又一里程碑。娱乐圈的竞争激烈，许多女星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选择退居幕后或是减少曝光，但赵丽颖却选择了不断突破自己，让自己的魅力在不同阶段都能大放异彩。这种坚持与自信，正是她能够持续受到观众喜爱的原因。除了外表的惊艳，赵丽颖在事业上的坚持与努力也是她成功的重要因素。从一个普通女孩到如今的顶级女演员，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扎实。她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真正的美丽不仅仅是外在的容貌，更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气质与魅力。赵丽颖的这次亮相，无疑让人再次见证了她的蜕变和成长。她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更是一位时尚偶像和女性榜样。她的美丽不仅仅停留在外在，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与光彩。未来的赵丽颖还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时尚造型，我们都期待她能够继续保持这份独特的魅力，带来更多惊艳时刻。每一次突破，都是她对自己的挑战；每一次亮相，都是对观众的一次惊喜。让我们一同期待她未来更加精彩的表现。长空之王首播口碑2集，剧情老套还是情怀满分？刚上架的长空之王一播出来，大家都愣得跟个木头一样。无论是男的角色形象、剧情的进度，还是场面和特效，都有那么几个让人想喷的地方。老掉牙的故事在开枪之前，咱还是先唠一唠这个名叫长空之王的剧情吧。咋整呢？简单说，就是咱队友的厉害程度简直像开挂一样，而剧情嘛，跟老掉牙的馒头似的。胡军演的空军小哥张挺，偶然间碰到了个爱玩极限运动，简直是飞行员中的神准小王子。王一博饰演的雷雨，后来在张挺的推荐下，雷雨进了空军当试飞员，开飞机的时候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试飞员呀，专门是测试新飞机的性能，还得把数据抄下来，简直就是当飞行的技术宅加心跳狂。不出啥意外，刚加入空军的雷雨跟那些烂片的王牌部队一样，呆得跟块木头，全程面无表情，让人根本看不出他心里有啥波动。明明是自己搞砸了任务，结果挨了揍，被罚得不轻，却仍然像个刺头似的，对组织的不满简直是一把火，又是嚷嚷着要走人，又是跟队友动手。照理讲，这军队规矩该挺严的，就算艺术处理的再花哨，总感觉有点不靠谱啊。说起来，张挺掰扯了几句，雷雨才明白自己搞错了，接着就开启了队友送上西天的神操作。第一个去祭天的兄弟肯定是张挺啦。有一天，两位兄弟在执行任务，飞着一架新款飞机，结果飞机毛病多多。张挺心想，这可咋整？于是就悄悄骗雷雨，让他别犹豫，赶紧自己跳伞逃命去了。张挺开着飞机向荒无人烟的地方飞去，最后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英勇牺牲了。说实话，张挺一早就下线，简直是给大家松了口气，这也让男主角历练上了新台阶。雷雨跟那些老套人物一个德行，也开始找自己的人生方向了。这剧情真是搞笑得很，但老话说得对，招式别嫌旧，就怕你没看明白。放映过后，观众的看法像是在打麻将，有的人开心的像中大奖，但也有的人唉声叹气说满是老鼠屎。那么具体说说吧，情况到底咋样呀？2.
不会念书又像是脸背门家了。咱先聊聊这部冠冕堂皇说是关于现代空军的电影咋样吧？看完这部电影以后，稍微有点脑子的观众都得怀疑，这导演和编剧是不是刚从山里出来的，连最基础的常识都没捯饬明白。为了让王一博这位主角的聪明才智更显眼，居然搞了这么个让人怀疑人生的剧情。当王一博因为犯规被罚停闪的时候，居然从停闪里领悟到了怎么在极端情况下保住飞机的数据不受摧毁的窍门。哪家伙的招数呀？只要在飞机的后头装一把逆向旋转的伞就行啦。导演，你是真的搞清楚这东西是干啥用的不？反向旋转的伞也叫失控伞，主要是用在飞机掉链子、转圈圈的时候，借着拉扯力帮飞机跳出这个糟糕的状态，确保大家平安飞回家。再说了，在解放军的部队里飞的那几种战机，像是歼10、歼11B、歼16和歼20，个个都装上了反尾旋伞，简直是群高科技的伞兵啊！无论这玩意儿有啥用，基本上就是在飞机数据保护这块完全没用。话说自从99年起，中国空军就已经把反尾旋伞用上了。嘿，导演和编剧在写故事的时候，不会先点开百度查一查吗？这部电影里，王一博还是那副毫无表情的状态。看过好多有关空军飞行员的电影和剧集的小伙伴，肯定都发现了吧？飞行员在天上飞的时候，飞机的重力和风啥的弄得他们的脸都跟绳子拉得一样紧。这位本该飙起身价的男主，脸上的表情跟块石头似的，一点动作都没有，完全看不出他正飞起的呢。这部电影里面，张挺真是遭了个大雷，自己心里憋屈的跟猫抓似的。再或者是一窝小鸟儿调皮捣蛋，突然临时抱佛脚救了队友，结果竟和自己那个奇怪的女朋友意外重聚。雷雨的脸就像是块木头，毫无波动，让人看了忍不住想摇头叹气。这电影可不是完全没感人的地方，像张挺为了老百姓豁出一切，那真是牛得飞起来了。看着张挺为了别人牺牲，死在眼前后，雷雨还是那副冷冰冰的面孔，让人一点波动都没了。那么，除了脸像石头一样冷和不认字，这部电影还有啥让观众想骂的地方呢？3. 宣传炒得火热，大家在电影放映前都还是心痒痒的呢。有胡军在，大家虽然可能对那些小鲜肉的演技表示怀疑，但对胡军这位老戏骨可是挺赞的。再说了，那宣传片简直出神入化，整得人以为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刘小诗呢。刘小诗对《长空之王》的宣传那是太给力了，预告片一放出来，简直可以让人乐翻天。还有那个拿金马奖的周冬玉哦，真是个厉害人物。看完电影后，心里就像被雷劈了一样，感觉精彩的部分全在海报上了。咱先聊聊这部电影里那些飞得像鸟一样的场景吧。雷雨在秀飞行的时候，总是把脸做得像个贼，观众根本连个全景都看不见，怎么能欣赏到那啥大国利器在天上遨游呢？这剧情真让人摸索的像在黑暗中找电灯开关。就说雷雨和女主的爱情嘛，他们俩是在当兵后才开始互相看上的，偏偏就是电影里没咋看到他们谈恋爱的那些事儿啊。跟队友的相处就像一出闹剧，让人完全看不懂。他们怎么就吵起来了，转眼又和好如初，简直就是变魔术。当然啦，这些小角色根本就不重要，咋说呢？他们在这电影里就跟个花瓶一样，摆那儿不顶用，要么就是为了衬托主角的风头，也就没啥实际意义。就拿周冬玉来说，从头到尾几乎没露脸几回，她对电影情节的推动作用简直微乎其微。真心话，要是把她的戏份删了，整部电影也照样能跑。这部电影简直就是在为雷雨的蜕变打基础，简直像是在给他铺路了。说实在的，这演员还得多磨磨，外形一点都不像个铁汉，演技上毛病一堆呢。王一博和李沁的同框，让无数追风者的剧粉们激动不已。两人在收官宴上的甜蜜互动，
再次点燃了观众对这对荧幕情侣的喜爱。自从这部剧开播以来，他们的默契和情感表达都深深吸引了观众，不少 CP 粉甚至希望他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也擦出火花。如今，随着《追风者》的完结，粉丝们对这部剧和主演们的热情依旧高涨。从剧情来看，《追风者》不仅是一部谍战剧，更是一部充满人性光辉的成长史诗。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从最初的稚嫩到后来的成熟，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而李沁饰演的沈竞真，则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自己的信仰和正义。他们在剧中携手并肩，面对一次次的生死考验，不仅让观众为他们的爱情感动，更让大家看到了革命者的坚定与信仰。剧中，王一博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成长，他不再是单纯的偶像，而是一个真正能够用演技打动观众的实力派演员。李沁则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他的表演细腻而动人，将沈竞真的坚韧与柔情完美结合。两人的对手戏张力十足，既有感情的纠葛，也有信仰的碰撞，这种复杂的情感让观众带入其中，产生共鸣。收官宴上的氛围更是让人惊喜，王一博和李沁频频互动，彼此之间的默契展露无遗。他们在舞台上的眼神交流，彼此的打趣，以及共同举杯庆祝的画面，都让 CP 粉们欣喜若狂。虽然他们在现实中是否会成为情侣还是未知数，但至少在这一刻，他们带给了观众无限的美好幻想。除了热播剧的成功，《长空之王》的首播同样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这部电影以中国空军试飞员为核心，展现了他们在高空之上的英勇和奉献。然而，影片的口碑却呈现出两极化趋势。一部分观众认为剧情老套，缺乏新意，而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影片情怀满分，展现了真正的家国精神。从影片的剧情结构来看，确实有一些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影子，特别是在人物设定和情节推进方面，容易让部分观众觉得套路化。但不得不承认，影片在视觉效果和空战场面的呈现上做到了极致，给观众带来了极具震撼力的观影体验。演员的表现也是一大亮点，王一博在片中的角色塑造相较以往有了更大的突破，他将试飞员的坚毅和责任感诠释得十分到位。而胡军、周冬雨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也为影片增添了不少看点。对于喜欢军事题材的观众来说，《长空之王》无疑是一部值得观看的影片。它不仅展现了中国空军的真实风采，也让更多人了解试飞员这一职业背后的艰辛和挑战。而对于习惯于好莱坞叙事方式的年轻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电影的故事线较为传统，没有太多出乎意料的情节。总体来说，《长空之王》是一部充满家国情怀的电影，虽然剧情上存在一定争议，但影片的精神内核是值得肯定的。它不仅是一部娱乐作品，更是一部向中国航空事业致敬的作品。未来，我们期待国产军事题材电影能够在故事创新上有所突破，同时保持视觉和情感上的高度水准。而无论是王一博在影视剧中的成长，还是赵丽颖在时尚领域的蜕变，亦或是《长空之王》这样的家国大片，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影视产业在不断进步，为观众带来更多高质量的作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从这些作品中汲取力量，不断追寻自己的梦想，勇敢迎接挑战。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